你司法搞那么久，到底在干嘛？证据那么明显了，你为什么还可以拖这么久？不要让社会议题又被埋没，然后或者是人民的声音又冷却了。因为您的孩子1岁多的话，那现在是自己带还是说托给保姆这样？自己带啊，现在应该很少人敢送出去给别人带吧？对啊，大家都会很害怕。今天会下大雨。我跟上帝说，给我们一个好天气，让我们在这里为孩子说话。都出太阳了，你一定会修法的，不可以再有孩子死掉了。Hello， 欢迎来到 Angel 煮熟的频道。一直在下雨。我在我的影片当中第一次提到凯凯，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在关注台湾的一个公益环境。那这一次我在我影片再次要提到凯凯，是因为5月13号的最终审判在即，在这个期间有很多的案件细节不断的流出，让我十分的被牵动。去年的12月呢，我第一次进到台北的法院。旁听的就是凯凯的这个准备程序庭。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刘氏姐妹的这个辩护律师，他们就是要求降低影像的饱和度，同时是投射在小荧幕上。那法官他也释明，就是像涉及到儿童类型的案件，也是出于保护的因素呢，不会投射在这个大荧幕上。那诉讼参与人之代理人呢，他的意思是说，降低非刺激性的证据是影响这个分辨率啊。那最终在庭审当中，他是将那个影像饱和度是降到了50%。另外一件印象深刻的是，当时我们在排队候补这个旁听席位嘛，有一位年长的老太太，她就是哭得很伤心，向边上的一些年轻人们在讲述她所知道的凯凯的一些真实的状况或者说照片。那在不久前，我先生他就是在 FB 上注意到一个 Justice for 凯凯的这样一个社群哦，在这个社群当中有非常多的凯凯的云端父母。其实我们不少人会觉得自己很渺小，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有这种感受，就好像如果我今天离开这个世界，其实这世界还是照常运转的。只是有一次我在教会听到一个信息，那就是说，虽然我们很渺小，但是神看我们为珍贵。那这真的是出于一份极伟大的爱，而这样伟大的爱也让我在这些凯凯的云端父母身上可以看到，他们真的是放下手头的工作，走上街头，为的是那个生前饱受地狱般虐待却无处发生的可怜婴儿。他的死不是石沉大海，而是一种蝴蝶效应，让更多的人关注这件事情。而当案件越深入，更多的案件细节让人不禁战栗。除了早先知道的身上几十处重伤外，其生殖器恐遭性虐待。根据庭审中这些旁听的云端父母，他们所听到的这些画面呢，最终模拟出当时捆绑的画面。还有人在网络上找到一张近似绑法的图，这可真不是一般人能够想出来的高难度的绑法。我不会透过这个影片讲太多受虐的细节，我只是想借用台大儿科权威医师吕丽，也就是本案的鉴定专家的形容，这是教科书等级的凌虐。而在这个教科书等级凌虐的案件当中，我没有看到悔意的刘氏姐妹，她们只是躲在辩护律师的背后，在法律面前玩弄文字游戏。关于凯凯牙齿的脱落，早在陈社工与前保姆的对话截图就显得非同寻常。当时说他有严重的磨牙，也说现在的保姆吓死了，还表达了希望他健康快乐成长的话。根据旁听的云端父母整理呢，刘彩萱直到听到吕丽医师分析才承认，他在凯凯不吃饭时曾经用汤匙戳凯凯的牙齿，原来可能造成牙齿的脱落。也许在庭上煽动性的言语看似站立得住脚，但是一旦书面化给大家公审就不堪一击。从13公斤到6公斤，最后就是一具冰凉的小尸体。我真的希望在他目前的这些玩具食物，他是可以好好的享用的，但事实上他就是没有机会再享用了。现在我们就快到达现场，然后也很感恩，就是现在雨突然发现这边是暂时是停了，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整个过程是能够顺利的。
你好，我们今天就是大家很多人来这边都是为了关注凯凯的案子嘛，然后我刚刚也注意到，因为你有给我2支铅笔，还有注意到您的孩子真的也现在很辛苦，然后一直在地上休息，但你们还是坚持要做这件事情，就是有怎样的诉求是真的想让更多大众知道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台湾的社会网其实它已经破损很久了，应该是说也没有备受重视很久了。然后今天因为凯凯这件事情，然后可以让很多人知道，其实儿虐已经是很严重的。我们是希望是可以修法，然后给儿童更多完善的照护以及保护。然后呢，我会做铅笔的原因是因为凯凯他是在平安夜嘛，然后是手握着小铅笔走的，所以我觉得也许做铅笔可以让很多知道凯凯的人。今天拿到铅笔，其实都会想到他啦。其实，因为我觉得当时凯凯的寄托可能就是那支小铅笔，所以我会觉得就是想要把它发完，大家可以多拿一点，然后希望政府可以听到我们的诉求，因为其实这边的父母的诉求非常简单，要的也就是儿少保护。对啊，因为孩子这么小不会讲话，所以只有我们能帮他们发声，这样。我在医院服务的护理人员。护理人员，这是我的心愿。我这里有告诉他，不可以。我是一个纳税人。那我也想问一下，因为社工，我们所知他也是主内的，那他的爸爸也是牧者，他这件事情一直是沉默的，没有出来讲过任何一句话。对这个孩子的离开，他没有任何表示。这件事您知道吗？我不知道。就算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他也必须要背负这个十字架，责无旁贷。这是我自己做的，我只能做这么一点点，但是大家的力量都出来，我们都是无条件的愿意在这里的。就像我衣服上面写的，终结儿虐，陪每一个孩子长大。丈夫还有儿子的角色，你有什么看法？我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但是我觉得检调单位应该要一并去调查这些事情，而不是只有保姆被抓起来而已。所以您专门自己做了这个牌子，想让更多人意识到可能我们所浮现在水面上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些没有显露出来的问题吗？是的。那你有注意到那个陈社工吗？对他的失职你有什么看法？我觉得超瞎的，他也很夸张，他的夸张是已经到他的眼睛难道都看不出来这个孩子已经眼神没光，已经没有笑容，任何的照片里都是伤，然后你居然还可以被保姆的一些言论给蒙骗，你念到社工还台大，应该智商应该也有吧？怎么会是就是相信保姆说的话？我觉得他是非常严重的失职。请我可以拿2个贴纸。关注这个议题的所有朋友们，谢谢哦。其实勾勾应该也有来现场，然后本来也是说，遇到了，那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见一下。后来他跟我说他提前离开了，因为现场的气氛太难过了。那些受虐的孩子已经沉默了，但是这些大人可以为他勇敢的站出来，为他发声，也希望真的就是这个儿少法可以好好的落实下去，真的让孩子可以好好的健康的成长，这是每一个父母的心愿。我们是夫妻，是夫妻，对，新的夫妻。那不好意思，我想问，有孩子了吗？有，小孩1岁多。所以现在因为凯凯的这个事情，就1岁多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年龄，对啊，然后就觉得凯凯真的很可怜。对，因为其实还没有2岁，就是婴孩啊，连幼儿都算不上。对，真的，因为我也是2个孩子的妈妈，我可以说我是当妈妈之后才更加的，就是那个难过的心情会更深刻。对，我看您一直就是眼睛红红的，感觉已经哭了全场了，是吗？没有，就是看到就是大家这么团结一心，就很共感。那请问，就是你们这次来的诉求，除了针对刘氏姐妹之外，还有别的诉求吗？我就觉得我们的诉求
政府应该要听见，然后给我们回应，不是一直默不吭声的。对，希望政府正视虐童这个东西，这个议题，对，希望正视这样。因为我觉得全台湾的父母应该都因为这件事情，就是心灵创伤蛮重的。因为您的孩子1岁多的话，那现在是自己带还是说托给保姆这样？自己带啊，现在应该很少人敢送出去给别人带吧，都会很害怕。算熟人介绍也会害怕吗？我在看网络也有熟人的，就是网络有一个妈妈也是熟人介绍的，就是她孩子也是莫名其妙的就过世，有看到这样的案例。这可能只是没有被爆出来的案例，可以这样理解吗？对，他好像就是只有在 Instagram 上面有分享，然后好像事情也没有一个结果。这种小孩子死掉的事情，然后为什么都是会拖那么久才可能得到一个好像也不是让人家很满意的结局？所以凯凯的案子下个礼拜就要判，您这个有在关注吗？有5月13，对，然后可是一定还会再上诉什么的，再上诉，最后都会不是说判很重。那我们刚刚采访了这么多民众，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有人性社工的父亲，据我所知是有名望的教会领袖，是陈志宏牧师，是台湾信义会的监督，也是华神，就是中华基督神学院的副院长。那我想，作为父亲，子女犯了错，当然会心疼，也会去陪伴，但是作为牧者是不能包庇。那这1年多以来呢，我有发现，就是这位陈牧师旗下所领导的家家歌山堂是关闭评论，也关闭粉丝团，拒绝回应民众对他的质疑。那么在杭州南路那边的那间台北救恩堂也是做了类似的处理，然后再加上这位陈牧师在今年3月的时候还去参加华神的新大楼的启用典礼，4月的时候还在台北救恩堂讲的是活得盼望死的荣耀。对于我们外面的民众的质疑来说，他就是让这些质疑不减反增。那我想教会作为公共服务据点，应该有必要对此提出一个声明。我们现在已经在回去的路上，现场的气氛是相当凝聚。那现场的主持人他其实也有讲到一句，就是这不是孩子的事情，这其实是成人的事情，所以是我们成人必须要勇敢的站出来，为凯凯这样一群孩子，为他们发声。我不知道今天观看影片的您是否知道凯凯的这次游行，是否知道5月13号的这一次最终审判，但是我都呼吁您可以多关注这件事情，然后在您看过这支影片之后有什么样的感想，可以给周周留言，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想法。那今天的影片我们先到这里哦，我们下期再见，不见不散。